我希望你能将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包括你的过去。我的过去跟现在的事情有关系吗？你说出来才能知道有关无关。就当是为了范月。别拿店主说事，就算他现在失忆，也不是你可以利用的对象。我没想利用他，我白硕不是不知恩的人。范月几次救我，我记他的情，也不想他死。但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我，是他。重开梧桐午宴，本是范月和异人王的交易，但现在异人王竟敢直接撕破脸，派人过来杀他，事情一定出了变故。这背后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之后还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目前种种信息都指向一个时间点：7年前。7年前，你离开异城；7年前，异人王封城，停止梧桐午宴，也是7年前，城中开始出现怪物。这些事情之间必有勾连。若你不知道答案，我们可以一起寻找答案。天火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你愿意信我一回吗？你听说过翼王剑吗？7年前，我曾想用翼王剑毁了翼城。什么？翼人王并非简单的世代传承，而是以翼王剑为例。相传初代翼人王在东海寻得了几块带有神力的云体，将其打造成翼王剑，借神剑之力辟翼城而居。从此翼人才有了容身之所。翼王剑是整个翼城生机的来源，但剑的力量并非源源，因此每隔10年便需要翼人王拔剑一次，以自己的精血淬剑，使翼王剑重焕生机。王位传到了花林这一代，却再难保住，因为他天生孱弱，根本拔不出翼王剑。那花灵为什么还能成为异人王？翼城除了花家为王族，还有一世家为梅。梅家世代肩负着辅佐花家、戍守翼城的重任。到了这一辈时，梅老将军只有一独女，名寒。老翼人王为了花家能延续王位，和梅老将军做了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花林迎梅寒为世子妃，而梅家以梅老将军的灵气献祭花林，为他重塑孱弱的身体。梅老将军因此陨落，而花林重塑了灵脉，拔出了翼王剑，成了新一代翼人王。不久，他遵循承诺，娶了梅寒为妻。一切变故发生在7年前。那一年，翼城爆发饥荒，干旱的河道中，却突然出现了一块刻有所谓神谕的巨石。后兴路，灾荒尽。短短6个字，便给我母后定了死罪。所有人都像疯了一样，要求将我母后献祭，以消天灾。即便这个王后曾是他们满心爱的。花灵起初犹豫，将我母后藏到了秘密之处，但花庸却暴露了他的行踪。百姓放言，若不献祭王后，便会推翻花灵。花莲的王位本就是牺牲我外祖父的命魂，在他们心中，终究权势最重。为了不被百姓推翻，他默许了一切。花灵，我恨你！你还我！花灵骗了我，他没有出面护他，为了保全他的王位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王后走上死路。母亲死后，我万念俱灰，百姓逼死他，花庸害死他，花灵舍弃他。那时我想，他们都应该为我母后陪葬，所以我闯进了剑中，描毁了翼王剑，
毁了一城。姐姐停手！一王剑是一城的根本，若毁了他，一城会亡的。滚！若不是你暴露了母后的行踪，他也不会死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闭嘴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若是花里的王位被推翻了，你这个世子同样会一无所有，你不舍得。是。我要让所有人都陪葬。最终我还是失败了，我没能毁掉一城。所以，你离开了一城，再也不愿回来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在一城外面了。他们把我丢出了一城，彻底抛弃了我。你要的破局之法，不在我的国区里。未必。谁？是你？听到了多少？哎呦，我就是路过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说，我本来是见你伶俐了得，想来找你求教的。我真的听到的不多。不多是多少？大概是从你说一王剑开始。那就是全部。白姑娘，救我！狐族少主，你还能杀了不成？不杀，打残便是。来说，怎么了？店主不大好。阿爷，我是阿爷呀。我是齐风呀。以后啊，我们阿月一定要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。不要！店主，阿少，这个木匠跑的倒是挺快。哎，听我，这拉我出来干嘛？店主现在最信赖的人是白硕，让他去吧。你怎么了？这是做噩梦了？我看到了血，到处都是血，他们都死了。谁死了？阿爷，齐风，阿爷，齐风，还有很多人我不认识的人，但是都死了。原来密室里那些名牌，都是他死去的亲人。当年他究竟忍受了多少痛苦，才走到了今天？阿说，我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死在我的面前，我这里就好难受。为什么要杀他们？为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？他们都是你梦里的人，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想了。梦里的人，梦里的人，虽然他们不会再出现，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他们会默默守护着你的。那你也有梦里的人吗？有啊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我梦里。那你也会心痛吗？会。失去他的时候，我痛到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。但回头看这一路走来，我越发明白，既然活着的是我们，就更应该好好活下去，为他们，也为自己。还好有你阿说，
你说这个白硕对咱们店主是真关系还是假关系啊？你看好店主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翼王宫。他们都已经派杀手了，不会再对你留情面的。那正好，我对他们也不会再留情面。竟然敢伤害店主，不能原谅！我天虎，天虎，看好店主。找了你一圈，原来躲在这里。他早已被你害死，在此故作缅怀，假情假意的做给谁看？我母后的院子，他种的树，你没资格碰。你比我预计的来得晚了一些。怎么，是因为皓月店主受伤，忙着救他的命？一城一向投安，如今竟敢直接与皓月殿为敌，看来是背后有靠山了。从仙妖进城开始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是你们暗中操控。说吧，你和你背后的人究竟是何图谋？既然是图谋，自然不会告诉你。我之前就警告过你，滚出一城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看在你母亲的份上，你的命我可以再留最后一次，只要你答应听我的。我的命，你说了不算。谁杀店主，我杀谁。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？你莫不会忘了你这身灵力从何而来？若不是我外祖父将他毕生灵力相传，你的王位早已不保。今日，我就要拿回我们梅家的东西。又来一个，正好，今天晚上谁都别想走。王女，方才那一掌，王上已经留手了，不要再消耗王上心底最后的亲情了。你走吧。别演了，你们豢养的怪物暗造邪修，还口口声声说心怀一城子民。我不管你们有何图谋，敢伤店主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杀了你们。你错了，造出怪物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们居然用这地宫剑种来练邪修！你们说这怪物是我造的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华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之前在客栈见过他，他明明好好的。
你们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？是王上用自己的血，将世子变回了正常的样子。这些年，若不是王上以血喂养世子，他早已失去理智，变成彻头彻尾的怪物，又怎会在面对你时手下留情？华云在白天和常人无异，但到了晚上，让他入睡之后，又会变成怪物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做过的事，你忘记了？7年前，你闯入地宫，想毁了翼王剑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能有事。华云替你挡下了翼王剑气的攻击，还将自己的灵骨偷出来给了你。因为体内多了一条灵骨，你才能突破一人修炼的极限。而华云因为没有了灵骨，无法抵御剑气反噬，变成了怪。今天你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华云用命换来的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。什么？光年石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白硕。店主绝不会让你抓走白硕，他的命我也绝不违抗。一城本就近邻，范月要身受重伤，已无一战之力。你把白硕交给我，我可以放范月一命，否则你们谁都别想活着走出一城。一个是救你命的店主，一个是给你灵骨的弟弟，难道他们2个加起来都比不过一个跟你非亲非故的白硕吗？孰轻孰重，天火要君，你自己选。嘘，店主睡了。你们家店主以前也经常做噩梦吗？以前的店主从来不深睡，自然也不会做梦。从不深睡？急于妖王4个字，可不允许他放松警惕。我们妖族，那可是在尸山血海里厮杀，我们店主所经历的事情，是你永远都不会懂的。你去哪儿了？你这么盯着我看干嘛呀？如果我说我要你的命，你给不给？我不是叫你看好雍儿吗？他怎么会突然出现？末将也不知，也许是血缘相连，世子感应到是姐姐来了，亦或是感应到王上有危险。原本我不打算让他知道雍儿的事情。皇上，
该知道的早晚都会知道。你觉得他会怎么选？不管怎么选，只要他们想要新货，就一定会来焚烂晚宴。去传信告诉振宇，焚烂晚宴之后，让他过来取他想要的东西。是。血祭刚结束，王上灵力受损，还请好好休息。